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今天介绍一部韩国恐怖电影《公寓》，女主大漂亮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独自居住在一栋高屋豪华公寓楼里。她是一名设计师，由于工作需要，导致她经常晚上加班加点。一天晚上，她刚要出门，突然发现对面公寓楼的灯光集体闪烁，而后集体熄灭。此时的时钟显示晚上9点56分。不过大漂亮对此没有太在意。到了第二天，对面公寓楼突然死掉了一个人。又到了晚上，大漂亮突然接到经理打来的电话，让她赶紧回到公司处理一下设计问题。大漂亮刚要离开，突然又看到对面楼的灯集体熄灭。大漂亮看了下手表，又是9点56分，什么情况这是？虽然诡异，但大漂亮也只是认为巧合罢了。回到公司后，经理对她的设计方案很不满意，对着她一顿训斥。大漂亮这次发飙了，锄禾日当午，加班好辛苦，无报酬不说，还得挨骂受苦。如果明天的销量不好，老娘我不干了行吗？离开公司后，大漂亮独自走进了回家的地铁站。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名红衣女子，一路尾随着她。当大漂亮回过头，红衣女早已经躲了起来。可大漂亮站在地铁站等车时，红衣女又坐到她后面的椅子上痛哭起来。可大漂亮再次回过头，红衣女又消失不见。什么鬼这是？就在列车到来的一瞬间，红衣女又突然出现，还紧紧抓住大漂亮不放，就要往列车轨道上跳，想要一起同归于尽。大漂亮本可以用力把她拉上来的，不过紧急时刻，大漂亮还是挣脱了她，红衣女就这样被列车碾死。大漂亮也被带到警局问话，警察了解完基本情况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家的大漂亮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内心还是会感到恐惧和后怕。当她看到电视里播报红衣女的新闻时，也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深夜，大漂亮家的门铃突然响起，不过当大漂亮走到门前，通过猫眼往外看时，却发现楼道里空无一人。可等她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门铃又响了。大漂亮壮着胆子打开了门，发现那个红衣女子就站在她的面前，吓得大漂亮惊醒了过来。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她做了一场噩梦。第二天清晨，大漂亮出门跑步时，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孩小美主动搭讪了她，两个人一见如故，闲聊了起来。小美说一次车祸将她的父母和她的双腿夺去，她一个人就住在对面公寓的704房间，很是孤单。幸亏邻居们都对她很好，热心轮流照顾着她，这才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小美觉得大漂亮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搞到男朋友，活得也很孤单，便将手里的魔方送给了她。随后一个老奶奶将小美带了回去。晚上，大漂亮无聊地站在窗户观望着对面的公寓，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同时她还看到老奶奶正在给小美喂饭，很是欣慰。当大漂亮拿出望远镜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的时候，那个老奶奶却拉上了窗帘。而在小美家里，老奶奶在喂小美吃排骨时，小美表示自己吃饱了，不想吃。老奶奶瞬间脸色大变，毫不客气地打了她一巴掌，害得小美只好强忍着怒气吃下去。此时房间里的某个角落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看。就在这时，大漂亮看到对面公寓的灯光又集体关灯，集体熄灭。此刻又是9点56分。这时可怕的事发生了，一个男人爬出阳台，像着了魔一样跳楼自杀了。看到这一幕的大漂亮瞬间慌得一批，她觉得对面公寓楼太诡异了。从这天起，大漂亮经常在晚上拿个望远镜夜夜观察。她知道每到9点56分，对面楼就会停电，为此她还专门定好了那一刻的闹钟。隔天，大漂亮被叫到了警局，杨警官告诉大漂亮，地铁红衣女的死亡案件，警方已经定性为自杀案，所以警方以后不会再找她的麻烦。接二连三的自杀案也让杨警官焦头烂额，完全没有自杀的动机，简直是莫名其妙。这时大漂亮也说出了自己发现的异常。她说一旦到了晚上的9点56分，对面公寓楼就会集体关灯，只要灯一关，保准你第二天能找到一具尸体。对于关灯救死人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事，杨警官自然是不会相信，于是就把大漂亮当作神经病赶了出去。晚上大漂亮回到家，躺到床上之后，忽然听到床底下有动静。当她往床底下看时，发现床底有一双高跟鞋。紧接着浴室的门突然自动打开，此刻正好是9点56，闹钟一响将她惊醒。原来刚才又是一个噩梦。一想到对面公寓古怪的事，大漂亮立刻拿起望远镜朝小美的家里望去，竟看到小美正艰难地爬到轮椅上。奇怪了，今天怎么没人来照顾她？大漂亮感觉晚上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来到对面的楼想看望一下小美。在电梯里，她好心地提醒身边的一位女高中生小花，叫她晚上9点56分千万不要关灯，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小花并不领情，反过来怒斥道，你每天晚上拿个破望远镜四处偷窥，你还要不要脸啊？现在居然明目张胆的要我晚上不要关灯，这是什么话？原来小花早就发现了大漂亮的行为，言教不如身教，正人先正己。小花自然不会把大漂亮的提醒放在心上。不一会儿，大漂亮就来到小美的家门口，提醒她千万不要关灯，但小美也并不领情。不经意间，大漂亮意外发现
小美屋子里还有一个长发女人，只是没有看清楚脸。大漂亮刚走不久，一个男孩邻居突然出现在小美的房间里，他心生歹念，不顾小美的反对，强行脱去她的衣服。做完不可描述后，男孩若无其事地走回了家。晚上9点53分，男孩走进电梯之后，突然从镜子里看到了那个长发女人。时间转眼又到了9点56，公寓的灯全部熄灭。男孩刚到家后，却没办法打开家门。这时长发女出现，二话不说就把男孩推下了楼梯井，当场就嗝了屁。此时大漂亮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被吓得魂不守舍。警察很快展开调查，大漂亮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被带去问话。大漂亮又说了是集体关灯引起的。杨警官认为大漂亮又在胡说八道，并不再理会，还警告大漂亮再胡说就把她抓进监狱。没办法，和警察无法沟通的大漂亮只好和对面公寓的住户沟通。他把所有人叫了出来，呼吁他们在晚上9点56分千万不要关灯。大漂亮觉得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死亡了。不过大家却还是认为大漂亮是在多管闲事，并想让警察投诉了她。但警察也只是教育了一顿后放走了她。很快夜幕降临，大漂亮刚刚回到小区，却在楼下遇到了正在荡秋千的小花。在经历了这几天的自杀事件后，小花对大漂亮的话有些相信了，并为误会大漂亮是偷窥狂的事主动道歉，两人成为了朋友。大漂亮请小花来自己家做客，并且再次提醒小花晚上9点56分千万不要关灯，小花也便答应了下来。夜晚大漂亮躺到床上之后，一个红衣女人突然出现在她的屋子里，随后红衣女人又出现在了小花的屋子里，这让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大漂亮再次拿起望远镜观察对面，这次照顾小美的是一名短发女，她正在给小美喂药。大漂亮以为一切正常，便离开了窗户。可在小美的房间里，短发女突然换了一副嘴脸，强行喂她吃药，而小美本来就是不用吃药的。这一切也都被房间里的一双眼睛看到。当天晚上，住在602房间里的短发女被人用针头扎死了，死相非常恐怖。于是公寓里又死了一个人。第二天，杨警官来到案发现场，在短发女家里发现了一把钥匙，不过很快就发现这把钥匙并不能打开短发女家里的锁。很快又到了晚上，大漂亮发现一个中年妇女在虐待小美，很是嚣张。大漂亮看不下去了，赶紧跑到对面公寓想去阻止，却在电梯口碰到那个中年妇女，质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小美，但妇女却什么也不说，迅速跑开了。大漂亮没有追上去，而是赶到小美家里，奈何大漂亮怎么在外面大喊大叫，里面就是不开门。与此同时，刚回到家的中年妇女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拖走了。第二天，警察在浴缸里发现了妇女的尸体，浴缸里同样找到了一把钥匙。之后，小花将自己提前录好的录像拿给大漂亮看。录像里，小花在晚上9点56分的时候突然站起身来，不由自主地关掉了房间的灯，而她自己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这让小花很是不解。另一边，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所有死者的身上都发现了钥匙。奇怪的是，所有的钥匙都一毛一样，都是同一扇门上的钥匙。于是杨警官用钥匙挨个房间去试开，结果终于打开了一扇房门，正是小美所住的704房间。此时刚好是9点56分。杨警官走了进去，这时里面的长发女拿着尖刀刺向了杨警官。杨警官身手不凡，很轻松地制服了她。结果发现长发女竟然是个男的。通过调查得知，这男的名叫铁柱，今年29岁，只不过他一直在男扮女装。早在去年他就搬进了那个704房间。面对警方的审讯，铁柱什么也不说，他只是不停地抽搐。警方的医务人员觉得铁柱是因为患有自闭症，所以才会去杀人。杨警官对此半信半疑。晚上，小花因害怕来到了大漂亮家，通过浏览网页，她查到了公寓以前的新闻报道。当时小美瘫痪后就住进了704房间，是邻居们轮流照顾着她。这件好人好事也登上了当地的头条新闻，各大媒体还特别赞扬这个小区。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后面的报道显示，小美早在1年前就已经死了。此刻大漂亮在屋子里摆弄着小美送给她的魔方，她无意间发现魔方相同颜色所组成的数字竟然和对面公寓被害者住户的房间号一致。不过1203这个房间还没有死人。大漂亮在看到了有关小美的新闻报道之后，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大漂亮壮胆来到了1203房间。她在房间里发现了死去的老太太，同时她还在老太太的嘴里发现了一把钥匙。大漂亮用那把钥匙打开了704房间，并走了进去。这时她看到了小美经常坐的轮椅，大漂亮坐了上去，看到了小美经历的一切，而她之前看到的画面不过是小美之前的回忆而已。而这边小美在看录像时看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半夜时分，小花正坐在床边，而她的旁边竟凭空出现一个红衣女子，可小花一点记忆也没有，顿时吓了一跳。警方这边通过 DNA 对比发现，铁柱衣服上的血是小美的。与此同时，铁柱也招供了，他说当年小美的父母去世之后，小美的邻居们开始轮流照顾她。邻居们刚开始非常的热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开始对小美漠视、虐待、羞辱、欺凌、殴打。他
他们打着关爱的旗号，只是为了赢得社会的赞誉。久而久之，小美再次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之中。绝望的她最终选择了割腕自杀。她死亡的那一刻正好是9点56分。自从铁柱搬进去住后，当他真切地了解到小美所遭受的苦难之后，不知不觉中，他就会将自己当成小美。每到9点56分的时候，小美就会附身到他的身上，开始一个一个报仇。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小美的鬼魂干的。说完这些之后，铁柱抢过警察的枪自杀了。与此同时，大漂亮在704房间出现了幻觉。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小美出现了。大漂亮不断地劝说着她，希望她放下仇恨，早日投胎。但小美的内心早已经被仇恨占据。她说自己不能原谅那些邻居们所做的一切，同时她觉得眼前的大漂亮对她也是虚情假意，就打算也杀掉她。大漂亮惊慌失措跑到了楼顶，小美也追到楼顶。大漂亮哭着说自己确实真的是想要帮助她。此刻的大漂亮终于能够感受到小美如同地铁上红衣女子那般的绝望。自己原本可以救回寻死的红衣女的，但是由于人性本能的自私念头，以为抓住自己的红衣女想拉她一起死。其实她错了，红衣女只是想在寻死的最后一刻，期望身旁有个人能够救她，拉回她的绝望。等大漂亮明白这种绝望之后，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小美把大漂亮推下了天台，正好死在了刚刚赶过来的杨警官和小花的面前。但家人看来，大漂亮是自己跳楼自杀的。2个月之后，为了弄清楚真相，杨警官和他的妻子搬到了704房间居住。等到了晚上9点56，公寓的灯又一次熄灭，杨警官的眼前也出现了一个身影，但他看到的并不是小美，而是2个月前死去的大漂亮。故事到此结束。与其说是鬼魂作祟，倒不如说是心魔把人逼到了某种地步。邻居们说是照顾小美，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心中各种变态的满足感。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极为肤浅和庸俗的动物，摆出一副充满爱心的样子，其实他们爱的或许不是该受到关怀的人，他们爱的根本只是自己那充满爱心的样子。当那些本应该被关怀的人沦为这些人的玩具时，这个世界上多出来的只是张张扭曲而恐怖的脸孔而已。何须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呢？真正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表现。本期的故事到这啦，我们下期见，拜拜。